俄空天军部队刚刚动用高超音速导弹，对一处重要的乌军地下弹药库进行了精准的外科手术式空袭，在全球范围内首开高超音速导弹实战战果。一起来看详细情况如何。Hello，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俄军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依旧在持续进行。俄乌战争打到现在这个份上，有很多的战场情况其实已经算得上是非常明了。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在重兵包围了诸如东乌地带、南方的马里乌波尔、北方的哈尔科夫以及中路的首都基辅等重镇之后，乌军实际上已经陷入了一个不敢出城与俄军野战，只能退守城内做困兽之斗，或是靠外围的小股散兵游勇来袭扰俄军的境地，再无大集团的战略预备队和机动部队可用。逆境翻盘的希望可以说已被彻底碾灭。纵使能通过小股部队搞游击偷袭的方式对俄军造成轻微损失，但于整体战局来说却依旧是于事无补的杯水车薪。而对俄军来说，在完成了对乌军主力重兵集团的围困，使得不敢出城野战，彻底包了饺子之后，俄军的主要打击目标便开始调转枪口，集中指向乌军更重要的大后方，也就是乌克兰的军工体系和弹药物资存储地。此举意味着俄军不光要彻底抹掉乌军继续战斗下去的能力，令乌军再也无法获得足以战斗下去的补给，更要通过毁灭苏联遗留下来的军工体系这种方式，来一劳永逸地根除乌军的再武装能力。毕竟北约就算再怎么支援，也不可能给乌克兰支援出一支庞大的现代化军队，乌军也就永远无法再做能让俄军动武的对手。基于以上这些虎妞已经向大家讲明的行动计划，俄军在通过连续多日的空袭轰炸，陆续毁掉了哈尔科夫坦克厂、日托米尔坦克厂、曙光机械生产联合体等乌克兰关键军工厂之后，又再一次通过精确打击空袭，一举毁掉了一座对乌军而言十分重要的大型地下弹药库。根据俄国防部发言人伊格尔·科纳申科夫少将发布消息，俄空天军部队派出米格 31K 战斗机，携带威力强劲的匕首空射高超音速导弹，对位于乌克兰西南部伊万诺夫兰科夫斯克州的杰里亚金军事据点发动了新一轮的精确打击，并且取得了成功击毁敌地下弹药库的胜利战果。而从俄媒后续披露的情况来看，俄空天军此次空袭击毁的目标主要是乌军第136导弹和弹药供应中心。这座位于地下永备工事和加固掩体中的大型弹药库，即便在全乌克兰都数得上号，足以支撑乌军进行战役级高烈度战斗的弹药消耗，其重要性可谓是不言而喻。值得一提的是，这座地下弹药库的来头确实相当不小，并非是什么一般的普通弹药库。早在苏联时代，这座复杂的地下掩体和永备工事便是苏军战略导弹部队的一个秘密中央核武器存储地，内藏大量用于安装在洲际弹道导弹战斗部内的分导式核弹头。工事掩体之坚固，足以抵挡战术核武器和重型火力轰击。苏联解体后，作为乌克兰去核武行动的一部分，曾经深藏在这座地下核武库内的核弹头都被抬了出来销毁，但这座地下核武库本身却被保留了下来，未被拆毁，继续被乌军用来存储常规弹药，直到今天。谈及俄军此次空袭为何能够大获成功，这就不得不提到俄军此次动用的超级大杀器匕首高超音速空射导弹。这种飞行极速高达10马赫的高超音速导弹，是俄军武备库中最新锐的一款尖端武器，也是全球范围内仅有的几款具备了实战打击能力的高超音速武器之一，具有突防能力强、打击精度高、极其难以被拦截等诸多特点。尤其是在俄军此次动用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穿透了被乌军 S-300 防空导弹层层设卡拦截的防空网，仅用一发就直接击毁了整座地下弹药库，这一点更是足以用真实的实战例子证明匕首的突防能力之强，打击精度之高。同样的，这也是高超音速导弹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投入实战并取得战果，正式宣告了这种尖端武器首战告捷。从俄国防部发布的打击画面来看，我们能看到速度极快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精准命中了疑似地下弹药库的通风口或是出入口位置，并紧接着引发冲天大火与大爆炸，
浓烟迅速蔓延开来，直冲天际。地面上的动静已经如此不小，深埋地下的攻势掩体中必定更是一片火海。由此可以确定，俄军此次空袭的战术目标已经顺利达成。此座对乌军而言十分重要的弹药库已经彻底被毁。再者，虎妞最后也还得补充一句，俄军的此次行动可谓是充分证明了高超音速导弹这种新式武器的强大，尤其是对于传统的防空拦截网，有着几乎无法被拦截的极强穿透能力。乌军那密密麻麻，至少还有10几个营剩余的 S-300防空导弹，俨然形同虚设，彻底成了摆设。在如此重要的战略要地，对来袭的匕首没能起到半点拦截作用，这足以证明高超音速导弹是改变战争规则的武器，这句话绝非空谈。好消息是，目前的我国是在高超音速导弹领域上唯一能和俄罗斯做到技术并驾齐驱的国家。我国的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同样也已进入火箭军部队列装，投入现役，足以成为新时代捍卫我国国防安全的神兵利器。